是黑着点，轴和 Catherine 凯欣与刘俊的聊天室。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这个坐姿 OK 吗？啊，可以吗？因为好朋友聊天一定要轻松一点，舒服一点。对 ，OK。你要躺着也 OK。可能不太好，可能不太好。就头放那边，脚放那边，我们继续聊这样。他说虽然标题叫好朋友，但我们的交情还不至于去到那一边。也真的。哎，但是你平时私底下跟朋友的互动是会来很疯吗？还是很轻松吗？还是就这个就是来你的那个状态？跟很熟的朋友可能就会很疯。去到什么程度？就是会大笑的那种吗？正常人不是都会大笑吗？有一些人很癫的，我有一些朋友好癫哦。他笑的。对，类似这样子。那我可能还比较放得开了。OK， 那其实刘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来马来西亚了嘛，一回来最想念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其实最想念的肯定是家嘛。然后接下来肯定就是我妈做的饭。所以回过了家了吗？回过了。吃过了饭了吗？吃过了。对。有感动到哭吗？那倒是没有了。妈妈看到你的反应，应该会觉得说，为什么他没有哭？我等了他3年，这一餐饭我煮的那么辛苦。妈妈有这样的反应吗？我没有访问过他，也觉得你可以访问一下。可是有没有什么拿手菜是你觉得说特别要求妈妈做的？这一次，我这一次要求他就是阿三鱼。所以你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吃辣的人，酸辣的。其实我以前吃不了辣， OK， 然后但是就是在中国发展了之后，就经常会吃到麻辣嘛。对。然后感觉好像有进步了一点点。对，然后就因为在中国就是没有阿三拉萨对这种口味这种东西，对，所以就回来马来西亚就觉得我一定要吃这个东西。超想念的，对不对？对，而且这一次呢，刘俊回来是以歌手的身份回来。对耶，推出单曲了耶！商店，然后这一次就是会带着自己的新歌去跟粉丝们见面嘛，然后以歌手的身份，会不会很紧张？对啊，其实会，因为我现在其实也蛮紧张的。不是好朋友聊天吗？紧张什么呢？在假装放松中。是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放松一点？我其实按摩吗？按摩可以吗？谢谢。没有。那说到浮云商店嘛，其实就是以烦恼换幸福的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对。那如果让你用烦恼换一样东西的话，你希望那个是什么？我想要换浮云商店。这样子的话解释一下吗？哇，OK， 就是 very 的 deep。我拥有了整个浮云商店的话，我就可以一直换很多不一样的快乐。我给你许愿，你要许什么？我要许愿望成真。又或者是你现在只剩下1个愿望，你想许什么？我多3个愿望。多3个愿望。是啊。那先问一下，就是刘俊目前对你来说最大的一个烦恼或者是困扰着你的事情是什么？最近深切感受到的最大一个烦恼就是我要怎么在下一秒立马逃离那个密室。什么密室？因为就是我个人其实不能看恐怖片，不能看鬼片，就我很怕鬼。然后呢，就是前一阵子呢，就是去了个密室。然后我一直都没去过。然后对我来说真的很可怕。我从头到尾，因为他说就是你如果这样别弄的话，他就不会去吓你。我就从头到尾一直在这样。然后你是那么胆小的？你是怕这种地方敏感？就是我可能很容易带入那个剧情。对，我也是很容易很怕的。我每次看到他我就怕了，他很可怕。你忘清楚到他会比密室更可怕。你要如何逃脱密室？你就看他。跑一脚，跑一脚对我这样，然后我去一直越坐越远，跌去地上一样。OK， 所以他其实不是有一件事情困扰着你，反而就是你经历过这个活动过后，其实你现在一直还在那个密室的氛围里面。对，我就是去了那个密室之后，我当天晚上我都不敢关灯睡觉。然后我只要把眼睛一闭上，然后立马在我脑海里面闪现出来的就是那个密室的场景，就有种那个密室在我的梦里等着我回去的感觉，真的很可怕。但他们都说，你是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吗？我其实很久以前就是毕业旅行的时候去过3位的鬼屋，然后当时就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去鬼屋。然后这一次就去了个密室，然后出来之后我就发誓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再去密室。结果为什么这一次还会再
再去？就是可能大家想要克服吗？看我去，就是去挑战一下吧。然后就当下就觉得，可能也是时候去看能不能突破一下自己了。对，所以现在也还不敢关灯睡觉吗？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毕竟还是长大了。OK，开着灯睡觉。我突然间想到说，下一次如果刘俊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访问场景，里面就只有我，我才吓你。到底哪一个比较可怕呢？那下一次再见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对，有可能隔很久的时间再回来了。我会经常回来跟大家见面了。是OK，好。所以到时候经常回来都是为了工作吗？是不是工作才可以见到刘俊？不一定了，对，就是可能回来就是休息还是怎么样，对，会蛮常回来跟大家见面，什么样的性质都有。假设如果你回来嘛，就是是一个休息这样子嘛，你可能会去户外走走啊。如果见到粉丝的话，他们可以上前来跟你就是拍合影吗？可以啊。所以你是会每一次都全副武装出门吗？不会啊。就如果素颜的话，那就用美颜相机拍就好。之前有看过你的一些访问，你有提到说晚上通常都是服务业商店最受欢迎的时候，所以你也是一个晚上 emo 的人吗？其实比起讲 emo，其实我是很常在晚上会思考，然后就是问自己很多问题的人。对。你最常问自己什么？为什么我那么帅？对着那个镜子关灯问吗？需要削苹果吗？不是，现在抖音很流行一个吗？就是自己弄蒙那个镜子，然后擦掉。对，到底谁是世界上最美的？擦掉。刘俊不需要问吧？他就是说事实的东西不需要问的。你都会问什么？可能会问自己，就是当下现在的生活，就是是不是我想要的，然后开不开心，快乐不快乐这样吧。所以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没有哎。我以前就是会下定决心说我要写日记，然后把那日记本买来了之后，可能写了1-2页，我就没再写了。可是刚才会问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曾经纠结过你吗？也不是说之前纠结过我，就是之前就是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让我对自己的生活态度有蛮大的转变的。对，所以从怎样变怎样？就是以前的我可能会比较注重结果，就是我未来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目标，然后不会在意当下的生活怎么样，自己开不开心。然后在现在的话，其实我会更多的就是看当下的自己，就是是不是幸福的，是不是快乐的这样。假设不快乐的刘俊是怎么样的去度过他的？怎么样去度过他的？睡觉醒来就没事喽。吃甜品。再上一口。那你现在是处于怎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很快乐啊。对，因为我买甜品给你吗？不是，就是见到我就是第一次认识新的朋友嘛，对，以前都没见过。明白。真会说话。其实也认识刘俊够久的话呢，都知道说他跳舞非常厉害啦。为什么那么厉害？就是因为也是从choreographer 就是开始嘛，对不对？那从就是变舞师一路走到现在的话，你觉得整个心路历程对你来说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心路历程最大的转变，我觉得首先就是我在开始做 choreographer 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职业好像是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的，就还蛮意外的。你跳舞这么厉害，怎么可能会没有想到呢？单纯就是跳舞，没有思考，就是以前觉得说你自己未来的那个发展会是怎么样？你有想过吗？小时候？以前小的时候就是觉得我想要站在舞台上，然后就是表演什么这样，然后没有思考过幕后的工作。明白 ，OK。那现在如愿以偿了，当了歌手嘛，你觉得最大收获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肯定就是不一样的经历吧，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对，那既然你自己也有说到嘛，就是这个目前的就是艺人也好还是什么都好，那这一次回到来，其实也是有担任起回去那个编舞师这个身份，就开一个 workshop 嘛。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你想要开这个 workshop 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幕后这个东西我一直都有在做，然后之后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走到了台前，是不是就幕后的工作就是不再做了？但是其实并没有，就是我接下来也会幕后跟台前的工作两边都对一直兼顾，然后一直坚持下去。那我就会思考，就是我这一次发单曲，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方式可以跟大家见面？然后就想起，就是以前我经常开 workshop，然后之后就是。
当艺人了之后，其实就比较少机会开。然后但现在就是回到自己了嘛，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以这个方式，就是跟大家见面这样。明白了，我相信外面就肯定有很多他的粉丝。对，所以警察都在拦着。维持在那个秩序这样子。哎，先等一下哈。不要着急哦，我们访问还没有结束，因为我还要叫刘俊教我。想问一下，就是刘俊，你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学生？舞狮吗？其实好像都还好哎。就目前就是遇到什么样的学生，就是我都能教，就只要他是想学的。都教得会吗？就肯定都能教得会，只是看时间的长短了。明白了。你是一个情商高的老师哎。会发过脾气吗？有发过脾气吗？当然啊。真的吗？你发脾气长什么样子？好想看哦。就是你会凶吗？你等下他教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可能就会看到。很绝对。怎样的你的底线是什么？对。体现什么？就是只要他是认真学，然后他是想学的，我一般都不会生气。对。好 ，OK， 他就是他突然间看着我，我会认真的，好，我会认真的，好紧张啊！请问有这个荣幸可以就是来教一下我们这个舞蹈吗？当然啊。OK， 好，我是来真的完全不会跳舞，就零基础吗？零基础哦。我有一点点底哦，一点点0.5这样啊。0.5，他是 negative 5啊，我是 negative 5，真的，而且出了名同手同脚。四肢不协调。我们就看看接下来会不会弄到我们的刘俊发脾气。想看完整版的话，当然就是要留意勾选的 YouTube 频道啦，还有我们一起跳舞的 IG Reel 很快也会上线哦，所以先去 subscribe 我们吧，手指勾选，加班喽！